就因为儿媳妇把婆婆这个房间扔成了这样，就被人说她不尊敬、不孝顺老人，说有这样的儿媳妇真是倒了大霉了。她哪知道婆婆在这个堆满垃圾的房子里面搬倒住院了，而且每个房间里面到处都是蟑螂。在最严重的大客厅里面，随便拎起一件衣服、翻一本书、拿一件东西，它都会有蟑螂爬过，还有臭了的发霉的东西。就是因为之前尊重老人不收拾，才变成这个样子。粉丝姐说，要是4年前早点干预的话，也不至于把一个6、7百万的房子住得跟垃圾堆一样。昨天把这个卧室扔成了这样，是扔出去了这么一大堆。今天接着收拾，刚收拾就找出来了一个项链，给阿姨留下来了。昨天所有的首饰都是留下来的，为啥要装到一个黑袋子里呢？是因为找干净的纸箱找不到，黑袋子最起码是干净的。这些硬币应该都是阿姨出去玩的时候带回来的。还发现了一个老款的手机和 BB 机，这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。当时 BB 机也挺火的，只有几张邮票，一看就是粉丝她老公上学的时候存的。这个书柜上的东西已经在这吃灰很多年了，也不用也不动的。粉丝姐说这些可以全部都清掉，多年不动的东西必须要给它断舍离掉。有的人可能觉得粉丝姐扔的太狠了，一点边界感都没有。人家粉丝姐姐一开始就说了，这些东西扔出去以后，如果她婆婆需要的话，还会给她买新的。这有一个碗，我感觉有点像银的，给它剪出来吧。这些茶叶我搜了一下，大部分都是40、50块钱一盒，看了一下也好多年了。粉丝姐姐说挑2盒留下来就行，这些小饰品都给阿姨留起来吧。这个也不要了，最后就留了2盒茶叶、1个银碗，还有这一盒饰品，其他的就都不要了。把这些玻璃碗给它装到纸箱里面，装到垃圾袋里面，不注意一提溜一放的话容易打坏。书本扔之前都给它翻了一遍。这还有一箱没开封的2018年的，也不知道饮料还是酒，这2个也是2018年的。这些东西大部分都已经过期了。又是一个空盒子，从这个家里面扔出去的空盒子也老多了。最后就留了这一摞资料，其他这些就都不要了。这个花架也不要了。昨天扔出去的2个藤椅，一按就跟薯片一样嘎巴嘎巴响了，然后还有人心疼。这个制氧机也不要了。好像还有人说那个轮椅也不该扔。以前就总听别人说轮椅还有拐不能在家里放，每个人的想法和认知都是不同的。这一堆酒，粉丝姐说就把这些红葡萄酒给它留下，其他的就都不要了，也都是7、8年以前的了。找到了几张粮票，这个箱里都是一些带字的单子，我就不挑了，等粉丝姐回来自己挑。这有一个旅行茶具，看得太小巧了。这一堆跟粉丝姐确认了一下，留了一个3阳开泰，留了一个这是纪念币吧，其他的都扔了。又找出来了好多个首饰的小空盒，应该都是阿姨把首饰拿走了，然后盒子在那囤着，因为她喜欢囤各种盒子、塑料口袋。这个茶不要了，把这个摆件和这个杯子留下来了。我看之前有人留言说从这个家里面没翻出值钱的东西来，确实是没翻出钱来，但是存折没少翻。还有人说这么扔这么翻就是为了找存折和金子的。这个我一开始就以为是个柚子嘞，真的太香了，它原来是个香皂。昨天的视频也不知道是掉到哪个流量池里去了，说风凉话的老多了，给粉丝姐姐看了他们都苦笑不得。粉丝姐姐还说呢，这要是有那样见不得人的事，我们都不敢找你来收拾拍视频。这一堆都是留下来的。开始收拾这个窗台，大部分也都是不要的，就是摆在这儿也不用。阿姨虽然是爱喝茶，但是她这些茶具都已经闲置好几年了，灰都落得老厚了。这一堆就留了这3个小壶，还有2瓶红酒。粉丝姐说她先生的意见是这个房子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都清出去，等阿姨搬到离他们近的那个房子以后，重新全部置办新的。这还是我们给粉丝姐姐适当的少留了一点呢。这个小架子清下来了这么一大堆，
每次收拾家里没有人这样的房子，我都是摆在地下，然后拍个视频，让小粉丝看一看哪个是留的，哪个是不留的。这一堆都是各种茶叶，但是都密封不好了，就都不要了。我这个小架子上只留了这一个新的东西，其他的就都不要了。这个架子也不要了，最后又把这个给捡回来了。粉子姐说还挺好看的。粉子姐说把这个小茶盘留下来，上面这些东西就都不要了。昨天那个大的也留下来了，好多人以为给扔了呢，没有哈，都留着呢，还留了一箱子茶具，等收拾完了以后再给它归置进来。这俩领心帽子给阿姨留着吧，她比较喜欢帽子首饰。抽屉里这些东西就都不要了，把这些终于打的给它放到纸箱里面，其他的装到垃圾袋里。我这才发现这个角落掉墙皮掉的这么厉害，这可不是1天2天的事了，原来有东西挡的是一点看不着。这个写的是24K 包金，这能是真的吗？这还有一个挂画都给它留下来了。这个铁盒里的东西就都不要了，好像是一些歌谱啥的。粉子姐说把这个塑料抽屉也给它扔出去，不要了。开始收拾这个书柜了。粉子姐的意思是就把漏着的地方给它擦干净就行了，里边的东西就不用动了。我在这寻思了半天，不动太难受了，再加上刚才里边那个墙皮不都坏了吗？我还想给那个地方修一修，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都拿出来了。准备把这个柜子移出来，该擦的地方给它擦一擦，然后再把墙皮修一修。床上放了一堆，窗台上放了一堆。这个书柜跟上一个阿姨他们家那个差不多，就是比那个稍微矮一点。先把这个顶给它擦出来。书柜后面还行，不是特别脏，就是后边那个踢脚线啥的能脏一点。先收拾这个掉墙皮的地方吧，拿小铲子把这些墙皮全都铲掉。它这个地方里面不知道包的是一个什么东西，看着有点像下水管。这个墙皮掉的这样是不是这个空调管子漏水呀？正常这么高的楼层它不可能这么潮湿，我家1楼也没这样。铲墙皮铲了半个多小时，看视频挺快的，其实这样活可繁琐了，铲下来这么一大堆。再把表面那些浮灰给它刷一刷，我买了一桶漆，试了一下，直接刷上还行，这样就省事了。我还想着如果刷漆不行的话，到时候还得那个抹补墙膏。它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，有点像毛毡那种感觉似的。这个墙上也稍微有点起皮，我本来不想铲来的，因为你要想刷漆的话，就必须把这面墙全部要铲掉。主要是它有的地方能铲动，有的地方铲不动，所以就只把掉墙皮的地方给它铲掉，然后拿那个补墙膏给它补了一下，补的也不是很平，还不知道干了以后是啥样的。把这个刷漆的地方又给它刷了个第2遍，这样看起来能更白一点。最后这个墙变成这样了，比原来掉墙皮是强多了。墙皮整完了就开始收拾卫生，每次擦这个空调，好不容易就提醒我把那个滤网拆下来洗一洗。我给他们擦空调从来没有拆过滤网，我就怕给拆坏了。这个是无意中开上盖了，看了一下那个滤网也不是很脏，只是简单带了几下。这个插座上的灰都老厚了。看这地面不是很脏，但是这个柜子后边的灰还挺厚的，我少喷了点那个多功能清洁剂，这样擦的能更干净一点。在家大扫除的时候，擦那个顶棚或者是柜子的时候，就可以用这个平板夹布了，能快不少呢。要是那种特别脏的不行，就是像这样似的一层浮灰的，用它还是挺方便的。把后边和侧边都给它擦了一遍，然后先把这个书柜挪回来，再擦里边。这个插座我还是给它安上吧，我怕他们到时候看不着，不知道往哪插。
再把这个书柜里里外外的给它收拾一遍，不是特别脏，但是这个浮灰也挺厚的。家里的家具怕腐蚀，光用湿抹布擦不干净的，你就用这个多功能清洁剂，它不腐蚀物体的表面，擦的还挺干净。擦玻璃或者是镜面东西的时候，就用这个鱼鳞抹布，一点水都没有，擦完透亮透亮的。都在橱窗里面哈，有要的自己扒拉扒拉就行。你看看这个玻璃，擦完和没擦完的，它就是不一样。书柜擦完了，开始把这些东西给它擦干净，再摆回去。这些酒我就再给它擦一擦，放到最下边去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，叔叔就特别爱囤酒，家里这些酒老多了，好多都是10多年、20多年的。把红酒也给它摆上了，再把这些书简单的给它擦一擦，往书柜里摆上。就收拾书柜是最不出活的。上一次那个编剧姐姐家2个书柜，我是正好干了一天。叔叔爱囤酒，阿姨爱买衣服饰品，粉子姐她老公就爱囤邮票，家里囤的邮票老多了，都是这样一本一本的。这一大摞全都是邮票，书柜里放的东西还是挺整齐的，这些全都是照片。我也没打开看里边都是谁的照片，盲猜应该是阿姨的多，因为她比较爱出去玩嘛。把这2个相机也给她放到这个位置，所有的照片都在这里了。下面那个空格就给她放了点证书或者是很重要的文件啥的，这个格放的全都是邮票，老多了。我现在才发现我一点爱好都没有。我有个朋友，人家就爱买金子，每年都买。从我俩认识开始，他